人工水晶体啊，不是最贵的就是最好的，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哦。白内障啊，是视力慢慢减退的一个过程。其实一般的患者啊，不太会有自觉。它是眼睛里的水晶体啊，从透明慢慢的变成浑浊。这个时候啊，会无论看近看远都雾雾的，好像有一层薄纱的感觉，会看不清楚。所以我们可以留意家中长辈啊，是否会有下列的状况来警觉是否有白内障发生哦。譬如说啊，视力开始出现模糊的症状，或是看东西会出现点影的现象，或者觉得看东西的色彩变得比较暗淡。市场买鱼、买菜、买肉的时候就觉得颜色不是那么的鲜艳了，或者是有些长辈会反而更怕光，觉得畏光的情况发生了，这些都有可能是白内障的早期的症状哦。白内障主要的成因是老化。这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眼科的疾病。你想想啊，世界上任何的医学目前没有任何一种仙丹能让人80岁吃了就变成20岁了。所以换句话说，目前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或者是药水可以有效的治愈白内障。点眼药水啊，充其量只是让白内障可以减缓它的恶化。所以手术换人工水晶体是目前治愈白内障唯一有效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如果一旦您发生了有视力的问题，不妨到眼科诊所评估看看，到底是白内障的问题，或是其他眼底啊、角膜啊等等的其他因素造成视力模糊哦。人工水晶体的选择啊，真的非常的重要，这也是影响白内障术后视力恢复品质的重要的关键。所以啊，一般健保给付的是球面一般功能性的水晶体，大致能应付一般人的生活所需。那如果说单焦的人工水晶体啊，顾名思义，它就是焦点落在一个距离上面。所以如果我要选择看远清楚的人工水晶体，这样我们在看近的时候就一定要佩戴眼镜，才能获得比较好的近距离的视力。而多功能的水晶体啊，因为光学上做了一些设计改变，可以让不同距离的光线呢都聚焦在视网膜上，因此呢可以让病人远中近的距离呢都会变得清晰，也可以减少对眼镜的依赖。在选择人工水晶体的时候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并不是最贵的人工水晶体就是最好的哦。关键呢还是在于个人的需求，所以要充分跟仔细的和医护人员、医师做良好的沟通，依照自己的生活的习惯来选择评估，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人工水晶体才是最好的哦。那我公公啊，目前已经退休了。平常啊，喜欢去自己的农场晃一晃，然后啊，最喜欢的乐趣就是看一些食谱，然后做一些营养的东西给我还有小孩子吃。但是因为啊，他年轻的时候啊，受过化学性的角膜的灼伤，那时的眼科医师曾经建议他可能要考虑换角膜，但是我公公就是自己觉得就是不要好了，于是就摆到了现在。那因为我跟他多方的讨论跟评估之后啊，觉得短眼焦的人工水晶体就可以满足我公公日常的需求了。而现在开完刀之后啊，现在视力也可以恢复了1.0，即便他在角膜有受伤的状况下，所以他也是非常满意术后的结果哦。因为我伫农会上班了后吼，我就退休啊。退休了，我拢会去田里看看咧，种一寡菜。菜若好，我拢会收成，转来互遐孙仔煮互食。伊就过一阵过，我就感觉这1年来，我感觉讲我的目睭啦，足模糊的。出到路上去看，讲看到迄个路牌啦，怎也袂啥物清楚，看食谱也袂清楚。我是牵拖讲是老花眼，愈严重啊，所以我就甲挂目镜看会当改善无。结果无法度，我新妇转啊，李先医师，我就去甲讲，我目睭即马哪感觉拢亲像怪怪的，伊我赶紧甲安排检查，安排检查起来时阵，发现讲我都已经是白内障伫咧作怪，所以我就马上就讲安尼我要赶紧来手术白内障，来改善我这个视力的问题。一款仔囝，伊去手术的时阵，时间真紧呢，毋免20分钟久，这个目睭就已经手术好啊。我进前去看，甲手术了去看，完全是两个世界。了后我看起来是真光、真清、真明。我倒捌开了我发现讲安尼有遮好的这个迄个早就爱来用啊。所以我这类就一直要甲考虑讲，过一个我嘛赶紧要来开。唔通等甲像以前讲，互你安尼足模糊的、足暗的时阵，才想讲要来检查、要来开。
所以咧，咱若有发现到讲这种情形的时阵咧，赶紧咧找这个专科的医师来甲咱详细检查。检查了，若发现到什么问题，咱就赶紧来解决这个问题。吼，安尼以后对你的生活品质拢会当提升。你的生活品质若提升，你的人生就是赞的。其实现在白内障手术的伤口都非常的小，比1颗米还小，那几乎只有2点多 mm 而已。所以现在白内障术后的患者，即可以马上的回归正常的生活，其实没有什么恢复期。但是要记得手术2个星期啊，不要去揉眼睛，也要避免水跑进眼睛里面或者是撞击到。那其他如果你要坐卧或者是低头，其实就是不影响的哦，也不需要怕人工水晶体会掉出来或是损伤。那除此之外啊，要记得按时的点药水，还有定期的回诊检查哦。手术后也要记得可以多补充一些叶黄素以及绿色的蔬果来保护眼睛的健康哦。其实啊，白内障手术啊，一只眼睛一生只会做1次，而眼睛的构造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当植入了人工水晶体以后啊，一般是不建议再取出的，所以术前呢一定要经过非常完整的评估哦。